江河今天生日还要加班，一会儿等他回来，看到我给他准备的惊喜，一定很开心。哎呀，你讨厌！苏瑶只是一个佣人而已，你居然拿一个佣人比。曾一度坚信这就是爱情，当目睹你太多事了无。瑶瑶，你听我解释，瑶瑶。还解释什么呀？反正都被他看到。江河，你对得起我吗？我帮你照顾你妈，我打3份工供你考研，我把所有的钱都给了你，居然在我们结婚才下的婚房里跟别的女人偷腥。瑶瑶，我江河，你考研上岸不是一直想当我爸助理吗？我现在就能答应你，真的？前提是给我狠狠扇他几个耳光。所以你别太过分了。过分，这就过分了。你打是不打？边打边说你爱我。我最爱的女人是宋如意。说你要和这个贱女人分手。我要跟你分手。从我苏瑶下来以后，我跟你这种人渣在一起5年，你是一对狗男女，看到你们就恶心。小哥哥长得好帅呀！来，包你一碗。反正你们女人不好，给谁不是给，倒不如给长得帅。你确定要招人？招惹？谁要招惹你啊？我这叫包，叫嫖。你们现在这都是什么服务态度？这可是你自找的。真的好帅呀！我是在做梦了，好难受。我怎么喝醉酒了什么都干得出来啊？这太离谱了吧！项链呢？我丢了吧？我丢了项链怎么找我爸妈呀？哎爸，这齐家大少爷还挺浪漫的嘛，全程寻人的方式挺特别的。能让齐家大少爷用这种方式找人，看来一定会。等等，这不是……好狗不挡路。哟，今儿火气这么大呀！瞧瞧，你这脖子上是什么呀？苏瑶从不离身的项链不见了，脖子上还多了这么多的吻痕。这么说，让齐少全城寻找的人就是苏瑶了。这是我的辞职信，从今天起会在苏家上班。你在我们家签了半年的合约，要是现在就辞职的话，可是要付补偿金的。
在宋家做满1年。对了，今天怎么没带你那个丑的要死的项链啊？到底是谁送你的？是江河吗？那条项链是我的传家宝，恋爱这几年，他就只有跟我要钱的份，从来没有给我买过东西。女人做到你这个份上，还真是失败。宋小姐如果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去做事了。原来她的项链是传家宝啊！电视台吗？哦，是这样的，齐少要找的项链的主人已经找到了。你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你在这儿吧。还没来找你。少爷，暂时还没有。不过您那天为什么不亲自带小姐回来呀？那天晚上一切发生的都太突然，爷爷有病了，我正好趁天还没亮就进来。对了，少爷，您还记得小姐长什么样子吗？我或许可以找一个画师把她画出来。不记得。如果我记得的话，就不会让你拿项链来画个寻机启事。齐少爷，有位小姐自称宋家老人，正在前厅等您。虽然现在我是宋家的千金，可宋家跟齐家根本就没法比。要是能借这个机会成为齐家的少夫人，荣华富贵岂不唾手可得？叫什么名字？齐少爷，我叫宋如意。怎么能证明你是项链的主人？虽然您新闻上的图片做了模糊处理，但这条项链我每天都戴在身上。我记得我的项链上有一个蓝宝石的蝴蝶。那天晚上可能是我们太激烈了，所以不小心把它给弄掉了。还有一个问题，15年前的一个雨夜，你还记得你在龙江路交叉路口发生过什么事吗？时间太久了，我不太记得了。确实很久了，记不住也不怪你。没关系，管家，少爷，既然宋小姐就是这条项链的主人，那我们明天就带着彩礼登门拜访。好的，少爷。少爷，既然她是这条项链的主人，为什么会不记得15年前那件事呢？无碍，只要她是项链的主人就行。齐少爷，你和爱女订婚的日子就选在这个月16号吗？是个好日子。好，伯母，我去趟洗手间。不是我的项链吗？怎么在你这儿？你是谁？为什么会认识这件项链？你先别管我是谁，这项链是我的，你还给我！你干什么呀？你干嘛？答应我别喊，只要回答我的几个问题，我就放你走。乖。救命啊！你敢骗我？齐少，你这是……宋小姐，你们宋家的礼教可真有趣。
本人正用着卫生间呢，你直接破门而入，发生什么事了？齐少，您这是？宋伯父，我想我跟宋小姐的婚礼我们要取消了。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发现项链的主人另有他人。你想干什么？想要什么？跟我结婚，项链就还你。齐少，项链明明就是小女的，您是不是跟小女有什么误会啊？没错啊，齐少，这条项链明明就是我的，而且虽然他坐过牢，你可别被他骗了呀。你们的意思是，我妻子里很好骗，智商还不如一个囚犯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们不是这个意思。宋爷，从你还没见我，就着急打电话给报社、杂志、媒体，取消我全程寻找项链主人开始，我就一直……是啊，我的确坐过牢，怎么样？齐少，这样的话，你还想要跟我结婚吗？坐过牢又如何？我妻子里想得到的你，就没有得不到。像你现在还有选择的余地，不然……好啊，想要跟我结婚可以，先给我300万。撕了没法补证，没法离婚，你这辈子就算跟我绑定在一起。齐少，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吗？要不咱俩300万我已经打到你的账户了，如果你敢反悔，我立刻报警，告你骗婚。什么？这个杀千刀的齐司令根本就欺负人嘛！每天晚上我明明都花了钱的，只算银货2器，怎么突然就被他讹上了感觉？哇塞！怪不得宋如意冒着被揭穿的风险也想嫁给你，看来齐家果然名不虚传。姐姐，你这傻女人，才不知道自己到底走了多大勇气。去，给苏小姐准备一套被褥跟洗漱用品，送到我房间。是，少爷。哎，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我还没有准备好呢。哎，你别走啊！你给我安排间客房就好了。你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干什么，齐司令？你干什么？这么紧张干嘛？你跟我又不是第一次。那天晚上房间太黑，你醉得又厉害，我什么都没看清楚。今天我都要看看你在我下面什么样的表现。齐司令，你不要脸！齐老爷子，你可一定要为我家的如意做主啊！就是他，就是那个小狐狸精。齐少在我家看到他的时候啊，说什么也要悔婚呢，要和他在一起。司令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不是爷爷，我是你和小女的订婚日子就选在这个月16号吧，是个好日子。齐爷爷，我知道我们宋家是小门小户，您瞧不上我们，但是苏瑶是我们家佣人，她的那些事儿我可是都知道的。她在我们家做佣人的时候就不老实，听说初中的时候啊，还因为盗窃犯过罪呢。您瞧不上我没关系，这齐少倒也不至于娶个佣人了。就是啊，齐少和如意的婚事啊，我早就对外发请帖了。如果这件事要传出去的话呀，齐少要一个佣人，也不让我家如意，这以后让我们家的如意怎么活呀？真是荒谬！大丈夫毅然既出。司令，你必须和宋家小姐完婚，爷爷不得违抗。还有，把他给我赶出去！从今以后，我齐家不准他出入。苏小姐，请吧。不是，齐爷爷。跟谁敢动？司令，你为了这个女人，都敢违抗爷爷了？爷爷，我现在已经跟苏瑶认证了，而且她现在已经怀了我的孩子。什么？至于宋小姐这儿，我一定会想办法补偿，但娶你，抱歉，我做不到。宋妈妈，宋如意啊，
你们都看到了吧？我孙儿主意已决，他们都已经领证了。哎，我这个老骨头啊，不中用啊。爷爷，您别生气，这都是我和司礼没缘分，我什么补偿都不要。如意，今天我们来都有得罪，希望下辈子我能当司礼真正的妻子。哎呀，你这孩子。你打听好了，齐少一会儿来这儿和朋友叙旧。对，这可是一手消息。好，那你一会儿帮我把这包东西给齐司礼放进去。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哎呀，现在就想要。司礼，手机忘了。苏瑶，你给我滚出去，别破坏我。宋如意，你别太过分了，是不是我看上的男人，你都要抢走啊？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瑶瑶，你别走。齐司礼，你就是个渣男，为什么是谁不好，偏偏是他？瑶瑶，你听我说，放开我！是宋如意她给我下药，我以为你是她。不信，我不听！你们男人就没有一个好东西。干什么？你下去。少爷。喂，我要爆料。苏瑶，我看你这回还怎么进得了齐家的大门？齐少爷，昨晚和您车震的女人，应该就是身边这位小姐吧？她就是您未婚妻宋家千金宋如意的女佣吧？这个女佣好像曾经因为过失杀人进入劳教所。您跟一个进入劳教所的女佣搞在一起，就不怕给齐氏集团带来负面影响吗？妈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司礼，你真是糊涂啊！这个苏瑶真是把我们齐家的脸都丢尽了。对啊，哥，你看看现在外面铺天盖地都是你跟苏瑶午夜车震的新闻，你放着名门千金不娶，你非要娶她这么一个货色。够！苏瑶是我的女儿，我们已经是合法夫妻，我不允许任何人对她说三道四。好你个司礼，你从小到大从来没有跟妈这么说话。妈，你怎么了妈？妈，醒醒啊！苏瑶，我妈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绝对饶不了你。我是不是不行了？大夫说了，您没什么大碍。齐司礼，没什么大碍，是不是你就可以接得起我了？我告诉你，你是我生的，你的婚事我就能干涉得了。我说苏瑶她不行就是不行。司礼，要不我们把离婚证领了？不行。哎，你个臭小子，为了这个女人，你敢忤逆我！
妈，你就别生气了，小新真犯病了。轩轩，你说你哥是不是糊涂啊？妈，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哥，对付我哥这种人啊，不能跟他来硬的，得智取。智取？去，把你们店里今年的最新款全部拿过来，伺候苏小姐事。对呀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可我不仅不会跟你离婚，我还要将我们的婚事昭告天下。苏小姐，您看，这是我们店里今年的最新款。去吃吧，只要将我们结婚的消息通知到所有人，所有的流言蜚语都将不攻自破。苏小姐，这件衣服穿在您身上真是太美了。喂，把我上个月在你们这儿订的新款拿出来，我要试穿。在这杵着干嘛呀？衣服呢？快点啊！齐小姐，您的衣服它……苏瑶，你这个臭狐狸精，抢我哥不说，现在连我衣服都要抢。轩轩，我不知道这件衣服你已经预定过了。哼，你知道不知道？你现在这个衣服已经穿在身上了，我千叮咛万嘱咐，不让任何人试穿。你现在穿了，我以后还怎么买？哥，你怎么来了？齐学轩，你什么时候开始学会这些歪门邪道了的？你们两个故意给瑶瑶下，但是差点赌光，以为我看不出来是吗？你无凭无据，凭什么血口喷人？我警告你，再敢对你嫂子不敬，我不介意对你用家法。行，你现在满眼都是苏瑶，别人说什么你都不相信。没有，只要有我在，就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。但我有不在的时候，今后无论任何人找你麻烦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拿出女主人的气势来。我希望你可以学会保护好自己。可是，还有，我齐思礼的字典里没有离婚二字。只要我认定的女人，谁都别想把我们拆散。答应我，以后不要再说离婚二字，好吗？我答应你。请问温水在哪？我怎么知道？自己不会找啊？我刚来齐家还不太熟悉，麻烦你。你算个什么身份？一般使唤我，在这个家里，我只听夫人的话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说什么？一个居心叵测、凭借下流手段爬上齐少床的贱女人，也配使唤我？司礼说过，要学会保护自己，拿出女主人的气势。你个贱人，你敢打我？你打呀！看你今天打了之后，齐总会不会放过你？你一个庸人，左一句贱女人，右一句居心叵测，是不是奴才做久了，连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当了？我去告诉夫人。你去啊！你去告诉夫人又能怎么样？你也不看看自己到底是什么身份？现在我才是这个家的女主人。少夫人，刚刚是我态度不好，对不起。那好，现在你可以帮我倒杯水了吧？谢了。夫人，我来齐家做工这么久了，还是第一次受到这么大的侮辱。我不过是说我在忙，让少夫人自己倒水，没想到她一巴掌就打过来了。真是放肆！
齐司礼不在家，他原形毕露了。夫人，我来齐家做工这么久了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夫人你可得给我做主啊，夫人。你放心，就是没有这事情，我也早晚要把他撵走的。你干嘛一大早就盯着人家看？我就喜欢看我老婆。现在可是早上。来，司礼，你为什么会这么在意这条项链啊？这个等时机成熟了，我自然会告诉你。什么嘛，搞得这么神秘。对，爷爷今天从老宅过来，好好准备一下。准备什么？我准备为你办一场世纪婚礼。爷，爸，妈，我已经跟苏瑶领过证了，我们打算下个月结婚。苏小姐是吧？是的，叔叔。你开个价吧，你需要多少钱才可以离开我儿子？爸，司礼，你听你爸把话说完。最近关于你们两个的新闻我也都听说了。我们家司礼呢，从小到大一直都是极度自律、克制、优秀，而且尊重长辈。可自从认识了你之后，3天2头的就闹出一些荒唐事儿。司礼啊，你知不知道，就因为你极力要娶苏瑶为妻，我们齐氏集团的股票大跌，市值蒸发了多少个亿呀！我想，你们总不能因为一己私欲，陷我们整个齐家于不义吧？齐叔叔说的这些，我的确从未想过。如果因为我的存在会给别人带来灾难，那这不被祝福的婚姻不解也罢。只是我的心为什么会这么疼？对不起，那我……对不起吧，即使如此，我也不会放弃儿子。他对于我来说，跟我的生命疼痛一样。如果大家担心我跟瑶瑶会影响齐氏集团的声誉跟生意，那齐氏集团总裁一职一为，我愿意退位让赛。什么？齐司礼，你疯了吗你？我没有，我从来没有如此清醒。这么说，苏瑶认定了？苏瑶是不完美，她可能进过少管所，可能做过佣人，可能没读过书，可能比不上其他的豪门千金，但她在我眼里，永远是天底下最好的。好，既然我孙子认定了，那就娶她了。爸，爸，你这也太惯着司礼了。你们两个喊什么？啊？你们两个也算门当户对吗？想当年要不是我通融，司礼和轩轩都不会出生。孩子们的事啊，就让他们去做主吧。都什么年代了，还食古不化，冥顽不灵。谢谢爷。如意姐，我哥跟苏瑶那个贱货下个月就要举办婚礼了，你再不抓紧啊，他真是没有机会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等一下，司礼，我还没有准备好。我也准备。喜欢吗？试试看。这是给我的。当然。很美。不行不行。瑶瑶，瑶瑶，你这是怎么了？
是不喜欢的没接着吗？你要是不喜欢的话，我们可以换掉，或者我可以把这家公司买下来，让他们最顶级的设计师给你做私人定制。为什么我的心跳得这么剧烈？难道我真的已经爱上他了吗？思丽，我有话想跟你说。你说。其实跟你发生关系那天晚上，我刚失恋，所以才……你要说什么？我想说，那天是我一时糊涂，你没必要为了负责必须要跟我结婚。如果你内心并没有很喜欢我，你不要勉强自己。我不希望你跟我结婚是为了负责。小丫头，我怎么会是为了对你负责呢？你这么纠结，是不是还没想好要不要嫁给我？苏瑶，我现在很严肃的问你，你到底喜不喜欢？之前的癌症的确是我一时冲动。思明，你怎么样？你别吓我，思明，我身上没有伤口。他说不喜欢我，都哭成这样的小丫头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情说这些？因为我本来就没什么大问题。讨厌！你刚刚都快吓死我了，真的是太坏了！我再也不理你了。听小姑娘的疼。我看看，出血了，我们现在就去医院。走。没事，一点小伤算不了什么。不行，万一破伤风了怎么办啊？那你答应我一件事情，我就跟你去医院。你说嘛。我这个手机。学姐，不要。哪有人在商场里面给人戴戒指的？戴戒指不都是在婚礼现场才？干什么？你快放开！这么多人呢，传出去又要上新闻啊！我才不管他。可是你刚刚都为我受伤了。这点小伤算不了什么。抱歉，任务失败。你们听说了吗？齐少爷娶了一个杀人犯为妻呢。哎呀，知道啊。那个女的不朝齐少爷还要300万呢吗？你这不明摆着就是为情事。你说说，这齐少就这么栽了？大把大把的名媛、千金都娶，天天娶这么个女人，这以后都咋想？哎，还能咋想？我告诉你，叫狐狸精啊给迷住了。我嫁给齐四爷，明明是我。苏瑶，你这个贱女人，我宋毅的男人你也敢抢？小心！思明，我的脸好痛！怎么办？我是不是毁容了？我把他拖出去。齐思礼，你该娶的人是我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要娶苏瑶？把你满带走！苏瑶，你害我毁容，我这辈子都不会放过你。苏瑶，思礼，你怎么样？晚安，你没事意思？你怎么又哭了？让大家担惊受怕了。刚才呢，发生了一点小插曲。
我跟苏瑶的婚礼将继续进行。瑶瑶呢，过去呀是有点不光彩的地方，但是呢，好歹很听话，对我们司礼呢也好。这男人啊，找老婆呀就得听话懂事儿，而且呢还要事儿少。你们说是不是？是，还是媳妇人，您说的是。毕竟咱们是名门千金嘛，哪有那么多好脾气？不像你儿媳妇，出众平凡，好调教。瑶瑶，今天呢来的都是贵客，你去酒窖把咱们家那个1969年的拉菲拿来。天哪，69年的拉菲，总共不就3瓶吗？好啊，叫你珍藏起来了。不管说什么，我今天呀要多喝点儿。瑶瑶，快不快去？去了。看看是吧，听话。你好，请问一下酒窖在哪儿？进去就是了。谢谢啊。这不是舅舅。救命啊！有没有人？妈，瑶瑶呢？瑶瑶啊，我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了。她刚才呀，还发了一通脾气，说是累了，可能啊是回房休息去了。好，我先去找你。哎，司礼啊，让他好好休息休息。你爸这边忙不过来，你和你爸呀，好好照顾照顾宾客。瑶瑶那边呢，我一会儿啊，让保姆去照顾照顾啊。那好，先让他好好休息。秦思礼，救我！好饿，快来救我！思礼，是你吗？居然是醒醒，醒醒！醒醒！齐少恒，你不是说不来宴会吗？怎么又来了？是爸说着好。我说呢，你跟苏瑶拉拉扯扯的干什么呢？我刚才在冰室看见了，已经被冻伤了，如果不及时治疗，会落下残疾。少恒，他的死活跟你没关系。少恒，你干什么？你不过是我们家养的一条狗，怎么还不听话了？我现在命令你立刻跟我走。齐小姐，既然你说我是齐家养的一条狗，但狗有的时候惹急了也会咬人。齐少恒，为什么你就不能顺我的意呢？你知不知道我喜欢你？我是你哥，又不是亲生的。但我不喜欢你啊。可是我喜欢你呀。那我谢谢你对我的喜欢，但是你对我的喜欢我承受不起。或许要错过你才是最后结局，当作是场游戏。我们的爱落幕了，心痛又怒了，不再熟悉。哥，没事吧？我在冰室看见他的时候，他有意识了。少夫人一切都好，两位少爷放心吧。哎，他这个冻疮的话，每年都会复发，你还是多开几副药吧，巩固一点。还是少红少爷心细啊。那个时候不早了，我这儿还有其他病人要看，
我就先不多做打扰。宴会那么多人，怎么就只有你去了冰室？啊！我去冰室取我的糖酒啊，有什么问题吗？瑶瑶是我的妻子，齐家家主之位也是我的，你以后少碰。七四点，你连自己的女人你都保护不好，有什么脸跟我在这叫嚣？瑶，告诉我，谁把你锁进冰室的？我只知道我是被人推进去的。来人，给我查监控，务必把寻求者给我找出来。是，少爷。说，为什么把苏瑶关进冰室？少爷，那事情不是这样的。夫人，你快救救我！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什么时候还学会给主人泼脏水了？少爷，我坦白，这一切都是夫人指使我这么干的。是夫人说，她会让苏小姐去拿酒，让我埋伏在路上，等苏小姐路过的时候，让我告诉她去冰室的路。是夫人让我推苏小姐进冰室的，然后冻死苏小姐，真的不怪我呀，少爷。你简直是血口喷人！你有证据吗？我说吧，你想怎么死？敢动我七司里的女人，你就有胆子！少爷，我真的是冤枉的，你饶了我吧，少爷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您就看在我从您10几岁就进齐家工作到现在，您就饶我一命吧，少爷。好歹刘姨也照顾了咱们家10几年了，我看这事儿就算了。老公，今天是我们大喜的日子，你别这样。我刚刚差点杀了你，这种人你也要原谅。我相信刘姨不是故意的。苏小姐明鉴，苏小姐明鉴。不是少夫人，少夫人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老婆在我家里上有老下有小，不到万不得已，我真的不会做这种事儿啊。刘姨，我也做过佣人，我能理解你的心情，但是有些事不能做，就千万不要做。我知道了，我以后再也不会犯这种糊涂了，少夫人。瑶瑶，你这是……今天这个事儿就这么算了吧，以后刘姨就跟在我身边了。谢谢少夫人，谢谢。对不起了，让你受苦了。你说什么傻话呢？我今天很开心啊。可以多了这么多动作，为什么不让我惩罚你？你一张嘴就是要打要杀的，我可害怕。你知道，我又不会真杀他。那我也不想，我不想别人总说你跟我在一起之后变得失控又暴力。我又不是苏妲己，我根本就没做错什么，凭什么把锅都甩到我头上？就你这小身板，不苏妲己的，你知道“有”2个字怎么写吗？齐思礼，你是看把我娶到手了，什么话都敢说了啊！怎么了？还不舒服吗？这个苏瑶真的是气死我了，在我们家耀武扬威，真把自己当成女主人了。这个该死的苏瑶，害我毁容，我这辈子都不会放过她的。就是啊，如意姐，你之前那么漂亮，这以后可怎么办呀？苏瑶，我之前只是想把你从齐思礼的身边赶走，但是这一次我改主意了，我不弄死你，我就不叫宋如意。苏瑶，齐少豪。啊，对了，谢谢你救了我。没事儿，没事就好。我来就是有一个事儿。什么事儿？你明明知道是刘姨害的，你还把她留在身边，这不等于要回话吗？我不这么认为。刘姨她已经被伤透了心，以后跟在我身边
一定会更加忠诚，更死心塌地的。一时间我都不知道你是太天真还太善良了。你还真以为我这么想？你们出身豪门的人，果然心思深沉。出身豪门，你为什么这么认为？其实，我救刘姨并没有什么目的，只是我以前也做过佣人。我知道，在豪门里面做佣人的人都是可怜人，为了得到一些丰厚的报酬，很多时候的确需要做一些很违心的事。所以我不怪刘姨，更何况我现在不也好好的，没什么事嘛。少皇少爷，少皇少爷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。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，你还是这么善良。少皇少爷，请你自重。苏瑶，你这个下贱的淫妇，连我的少皇哥哥都想勾引。抱歉，那你没什么事，我就先走了。嗯。哥，苏瑶这个水性杨花的女人，这才几天啊，她就跟齐少恒搞到一起去了。你看，就凭这几张照片，你就想泼我脏水了？我相信瑶瑶。哥，她就是仗着你喜欢她、相信她，背地里她指不定都爬到齐少恒的床上去了。齐少恒，你说说吧，你跟他到底怎么回事？我没什么。齐少恒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那天你就只是来看我伤势如何，我们根本就没有发生什么。齐萱萱，你闹够了吗？成天盯着苏瑶，你是很闲吗？你要是实在很闲的话，我不介意把你调到非洲的公司，好让你忙起来。哥，是你老婆给你戴了绿帽子，你为什么要送我走啊？根本就是无理取闹。哥，我长这么大，你还是第一次对我发这么大的脾气，你真是被这个女人迷了心智了，我恨你！苏瑶是你的嫂子，也是我的妻子。如果你学不会尊重，那么滚出去！我滚？我凭什么滚？哥，你不是护着她吗？我今天啊，就要把她撕了给你看！哥，你打我！你居然因为他你打我！齐萱萱，你太令我失望了。好，很好，你们一个、两个都这么爱他，护着他，那我走，我走。还在为萱萱的事情自责吗？没有。瑶瑶，我想帮你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，替你做一个说明。说明？关于什么说明？我想利用媒体帮你澄清，当年你过失杀人，并不是犯罪，而是见义勇为。你怎么知道？各位媒体朋友，对于我曾经过失杀人一事，在我11岁那年，我为了救人，跟歹徒搏斗，才因为防卫过当导致过失杀人。放屁！什么防卫过当？你就是个杀人犯！我要替我父亲报仇，杀了你！别快点！让开！给我找最好的医生过来，我不允许苏瑶有任何闪失。还有，把行刺苏瑶的人给我控制起来。后面走，快！
有。说，谁支持你？齐少爷，你想多了，没人支持我。这个扶摇该死！够了够了，再打你不就……打死他也罪人。放心，我会找到真正的幸福者，跟着你一起陪葬。李姐，咱们这次玩大了，我哥因为苏瑶那个贱人，都动了杀人的心思了。轩轩别害怕，我们只是告诉他苏瑶在哪而已，什么都没有做错。我知道如意姐，只是那个人的嘴到底严不严啊？要是供出来了，咱们俩就都完了。别急，我来想办法。苏瑶，别怪我无情，要怪就怪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抢走齐司礼。喂，我给你300万，帮我办一件事。你是谁啊？这位病人，我是夜班的值班护士。对啊，我输液的时候，中途没有护士来给我加过药。等一下，到底是谁啊？苏瑶，你去死吧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杀我！是谁指使你来杀我的？该死！放开我！救命！谁给你的信息？敢在我眼皮子底下杀人！老师大人，我去，到底是谁几次三番的招惹苏瑶？齐少，已经查清楚了，是宋家千金宋如意真是凶手，刺杀了邵夫人。把苏如意给我带过来。是。苏小姐，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个解释？齐少爷，冤枉啊！这事真的不怪我。那个杀人犯知道苏瑶曾经在我家做过佣人，非逼着我问苏瑶在哪儿。我真的是怕死才告诉他的，我真的不知道他会去杀他呀。是啊，哥，别说宋小姐了，要是有人拿刀抵在我脖子上，我也害怕。不是。齐少爷，瑶瑶跟你说我很抱歉，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他是去杀瑶瑶的。如果知道，我说什么也会挡在他面前呀。苏如意，你真以为我是傻子？齐少爷，苏如意，你最好祈祷护士投毒这件事情跟你没有任何关系，否则我会让整个宋家跟着你一起陪葬。齐少爷，难道在你心里，我就是这样的人吗？这种手段用一次也就罢了，难道我次次都会上当吗？齐少爷，我没有骗过您啊！跪下，向苏瑶道歉。什么？你让我一个千金小姐给一个佣人下跪？跪下！我不可能给一个佣人下跪。算了，司令，反正我也没多大事。瑶瑶，你放过他这一次，他以后会反咬你无数次。跪下！苏瑶，道歉。苏瑶，对不起。苏瑶，你这个该死的贱人，我一定会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的。如意姐，你说你也真是的，给钱也不多给点儿，还让那个凶手把你给供出来了。这下可倒好，平白无故受了这么大的屈辱。我怎么知道他扛不住事儿？那个齐司礼只是用了点手段，他就屈服了。说白了，还是你自己办事不牢靠。话又说回来，那个护士你可得封住口啊，
不然下次你这条命恐怕就保不住了。我死也会拉着素瑶垫背。我觉得咱们还是先留素瑶一条贱命吧。现在正是我哥最喜欢她的时候，太岁头上动土，你不想活，我还想活呢。因为他，我哥都敢动手打我了。不过如意姐，你放心，我不会放过他了。新仇旧仇，我打算一起给素瑶算。我才不会放过他呢，死了岂不是便宜他了？萱萱妹妹，姐姐实在是没什么法子了，接下来的事情就要靠你想办法。想办法倒是可以，只是如意姐，到时候你可别把我供出来了。不会的，萱萱，我保证，只要我能当上齐家的少夫人，你想做什么我都答应你。说话算数啊！小美人今儿不错呀！哎呀，我来，王哥，快点！哎呀，高兴了吗？高兴了吗？哎，这不是我们的萱萱大美人吗？哎，怎么来了？就你嘴甜。哎，怎么个情况啊？今天这是为什么来着？当然是有好事有你。啊，对呀，你还有什么想吃的？我让人给你做。够了够了，你这是在喂小猪吗？我一天都快吃8顿饭了，10顿饭我也管得起。我都快被你喂胖了。不管你什么样子，我都喜欢。这么明目张胆的偏爱，恐怕任何一个女人都会动心吧。齐少爷，宋家有急事找你，让他们进来。齐少爷，求求您，快救救如意吧！他现在为了你，正闹着自杀呢。这件事情和我无关。齐少爷，好歹是条人命，难道你就看着如意为你去死吗？什么？如意姐自杀了？是啊，我们使劝他都不听啊，他非要说见齐少爷才行，我们才没法子了，才来求您的。哥，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，要是你齐司礼不管，别人怎么看你，怎么看我们齐家呀？齐少爷，拜托你了，你赶紧快去看看吧。谁呀？我很快回来。哼，苏瑶，我告诉你，我了解我哥，他如果不在意如意姐啊，不管谁威胁都没有用。既然他去了，说明我哥心里还是有如意姐的。苏瑶，你也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，等我哥玩腻了，指不定哪天啊就把你扔到哪儿了。是，年轻是资本，可是我告诉你，比你年轻貌美的呀多了去了。别以为你怀孕了，我们就拿你没办法。像你这种出身的呀，只会让你的孩子一辈子抬不起头来。怀孕了？怎么，你还不知道呀？不过也无所谓了，这个孩子你生或者不生都跟你没关系。如意啊！齐少爷，你来了。齐少爷来了，你快下来呀！好孩子，听妈话，你快点下来呀！齐司礼，你还愿意来，就说明你还在乎我，对吗？有什么话你下来说。下来？我不，除非你答应娶我，不然我就从这里跳下去。哎，齐少爷，哪怕好不容易，你先答应他。我可就这么一个孩子，齐少爷，他要是有什么闪失，我也不活了。我不可能娶死如意。齐司礼，我可以什么都不要的，只要能和你在一起，我可以不要名分的。婚姻大事，你先下来，我们再谈。我不。司礼，忘了苏瑶吗？他现在说不定在谁的床上快活呢。我不允许你诋毁苏瑶。齐司礼，你会后悔这么对我的。
像你这种出身的呀，只会让你的孩子一辈子抬不起头来。不去的话，还是赶紧滚吧！我们齐家是不会认这个孩子的。这是一封离别信，写下我该离开的原因。我在你生命中扮演的角色太模糊了，你对我称呼冷或热，我到底是情人还是朋友？爱你是否不该太认真？思礼，原谅我不告而别，我不能和孩子分开，更不能让咱们的孩子一辈子活在我的阴影之下。对不起，请你原谅我自私。你是谁？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把苏瑶怎么样？我告诉你吧，齐思礼，是我找人刺伤苏瑶的，也是我买通护士想要毒死苏瑶的，更是我把苏瑶送到了别的男人的床上。我就不信了，这样的苏瑶，你还会娶吗？苏瑶人在哪儿？想知道吗？那就吻我啊！他不是想自杀吗？给我吊着他！齐少爷，我给你跪下，如意的知道错了，如意的不敢了，齐少爷原谅他吧。齐少爷，如意不是故意的，如意快点说，你把苏小姐藏到哪里去了？我偏不说。给我全程搜查苏瑶的下落，有消息第一时间通知我。哎呦，小美人，你终于醒了！哎，哥几个都等不及了，是不是？你要干什么？听说你叫苏瑶是吧？哎，是七四里的女人啊！巧了，哥几个也想尝尝你的滋味啊！你们找错人了，我和齐思礼没有任何关系。苏瑶，我知道你要干什么，想麻痹哥几个是不是？然后你好逃跑，哥哥们不会上当的哟，晓得吧？想要活命，就不能和他们硬碰硬。苏瑶，你一定要冷静，一定要想办法离开这里。我哥哥，不就是睡觉这回事吗？你把我放开，我好好陪护你就是。哎，这才对嘛！如意酒。这个是烈性的春药，10分钟以后消耗啊！不要！苏瑶啊，等会儿跪下来给哥几个挨个敬杯酒。哥哥们，保证一会儿玩你的时候呢，给你留条命啊！别过来！你们再过来，我就杀了你们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你妈的臭娘们，你可拿酒瓶子砸我！哥几个，你还跟我玩死啊？跟我往死里玩！别过来！臭娘们！肖哥，肖哥，这娘们可真够辣的，我给你摁住啊！放开我！等齐司令来了，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！我去，你也得有命啊！等齐司礼来了，半个多小时了啊！
我们几个人轮流一人玩你一遍，早他妈成贺布了啊！是不是？来，老实点儿！我的孩子！你走了！别动！啊！司令，别啊！求求你，放我走！司令，我爱你。我也是。动手吧，黄总，你看这合作咱们还能不能再谈一谈？合作不容易，别轻易取消啊！温夫人，咱们之前谈的投资案，你怎么说不干就不干了呢？王总，哎呦，王总，我们村里现在是拿不出这些钱呐。宋先生、宋夫人，就在1个小时前。齐氏集团控制宋氏，现在这栋房子已经归齐少爷所有，请你们搬出去。这怎么可能呢？母亲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不信，这是齐少爷的意思吗？我不信，我要去找齐少爷！放开我！宋小姐，齐少爷说了，您现在已经债务缠身了，还是想想办法赚钱还债吧。齐少爷一定是在跟我开玩笑，我要去找轩轩，轩轩一定有办法的。齐小姐现在已经自身难保，宋小姐。我劝你还是省省力气。哦，对了，忘记说了，海城现在只有夜总会能接受宋小姐工作。什么？你让我一个堂堂千金小姐去夜总会工作？知道错了吗？哥，我没错，就算你打我，我也不会承认我错了的。司令，不要再打你妹妹了，再打就打死她了。我说过，不让你招惹夫人，否则家法伺候，我说到做到。我们不到夫人服下去了。没有我的准许，不准夫人出来。齐司令，你竟然软禁我！快去！什么？我哥居然让你去夜场工作？轩轩，你快想个办法把我捞出去吧！不行啊，如意姐，我都快被我哥打死了，现在不能捞你了。可恶！哎呀，都怪这个该死的苏瑶，我就不信了，我还弄不死他了。轩轩，还有一个办法，你去找江河，江河是苏瑶的前男友，只要你给他钱，他什么都能做。好的，我会去联系江河的。林阳，虽然我分担不了你怀孕的辛苦，不过我可以做很多其他的事情。谢谢你，阿公。苏瑶，你老实交代，肚子里的孩子究竟是谁的？这照片里的人不是我。爸，这怎么回事？司令，今天我一到公司就收到了这样一个礼物。苏瑶，你可真行啊你啊！瑶瑶，还是你好，你当初对我真是掏心掏肺的好，怪我不知道珍惜。这个宋如意现在跟妓女没什么两样，根本配不上我。怎么样，瑶瑶，要不我重新追你一次好不好？还有什么好说的？齐叔叔，司令，这件事情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的。瑶瑶，江河，我今天是想跟你说清楚的，我跟你没有发生过关系，这个孩子也不是你的。瑶瑶，对不起，之前是我鬼迷心窍，被那个宋如意给骗了。我的好瑶瑶，没有你的日子，我是一分一秒都过不下去，你原谅我吧。我们已经不可能了，江河。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我爱你呀，瑶瑶。我都没嫌弃你上了齐司礼的床，
你居然敢打我！放开他！苏瑶，你还真是下贱！这就是你的奶子想好。江河，你住手！住手！江河，有本事你痛死我！苏瑶，你给我让开！不让！你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！他为了我，绝死都不怕。我放开我！少恒，苏瑶，为什么所有人都对你这么好？你到底给齐少恒灌了什么迷魂汤，能让齐少恒为了你连自己的命都不要？如果不是因为我，少恒也不会受这么重的伤。对呀，你没受伤吧？我没事，就是少恒为了救我，被江河砍伤了。司礼，他一直不醒，会不会有什么事啊？放心，一切有我。不好，快叫护士！你小心点，别摔倒了。不好，病人情况不好，快叫护士！没有，交给医生，你就放心了。可是，没有可是，我不想看见你为了别的男人伤心难过的样子。但是少恒是为了我才受伤的，那是他自愿的，不要有听你不欠的什么。你怎么能这么冷血？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？齐司礼，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？你怎么能不管齐少恒的死活啊？那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江河，我当初找你是为了让你对付苏瑶的，谁让你对齐少恒下手的？我哪知道那小子从哪儿冒出来的？江河，我警告你，要是齐少恒有个什么三长两短，我一定弄死你，让你跟着陪葬。齐小姐，你真以为我怕你？我以为给你办事给钱能痛，到现在我是一个字都没看出。指望你，还不如偷指望我自己。你要干什么？齐小姐，先给老子赚100万，别怪我也是没办法。不就是100万吗？我可以给你，不过我有一个要求，就是让苏瑶永远离开我哥。这个简单，为了表示你的诚意，先给老子拿20万。苏瑶，你贱不贱啊？霸占着我哥，还想勾搭齐少恒是不是？萱萱，你误会了，我是因为……你闭嘴！一边你和江河牵扯不清，一边怀着我哥的孩子，现在你还想勾引齐少恒？怎么，我哥满足不了你了是吗？哥，我告诉你，上次是苏瑶主动约见的江河，想跟他旧情复燃，不信你看。这不是我发的，我那次是想和江河划清界限的。明明就是你脚踏3条船，你一个因为钱就能跟我哥在一起的女人，能有什么感情？司礼，你相信我，这不是我发的，证据都摆在眼前了，你还在狡辩？我先去公司开会，这件事情等我回来后处理。苏瑶，你真是我见过最恶心的女人了。苏瑶，你怎么知道我第一个想见的人是你啊？你先别说这个，少恒，你感觉好点了吗？好点了，可能是看见你的缘故。少恒，你别说这样让人误会的话，我是司礼的。不是误会，是我的心里话。苏瑶，从我看见你躺在我身前的时候，我就喜欢上你了。你麻药劲儿还没过，等你清醒之后再说吧。是啊。少恒，
干什么？齐轩轩，齐少豪，我会让你后悔这么对我的。齐少，江河，我给你200万，给我弄死苏瑶。幸亏有齐轩轩给我转差事，不然我这贷款就麻烦了。该死的宋如意，骗我买这么贵的房子，结果宋如意现在宋如意也自身难保，以前还有个苏瑶挣钱给我花，现在苏瑶也跑。这狗日子，我该怎么往下过呀？江河，你怎么回事啊？苏瑶都回家了，怎么让你办点事这么费劲呢？什么？我一直守在医院门口，我也没见他出来啊！你个废物！就你这办事效率，你还敢跟我要酬金？这200万我不给了。别，你再给我一点时间，不就是勒索苏瑶吗？放心，交给我。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换了。司令，你听我说，不是你看到的那样的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少恒就突然跟我告白了。我现在不想谈这件事情。司令，我只是出于愧疚才去照顾他的。什么愧疚啊？那天我都看到了，齐少恒跟你告白，你都不知道高兴成什么样子了，都快蹦起来了。你说谎，我根本就没有。哟，看来我说对了，你恼羞成怒了。齐轩轩，你一而再再而三的颠倒黑白，你就不怕遭报应吗？司礼呀，真正爱一个人呐，是要学会放手成全的，而不是以这种方式把他留在身边。我是不是应该成全你？毕竟他有选择自己爱人的权利。报应？像你这种人才更应该害怕报应吧？司礼，你别听轩轩瞎说，你相信我好不好？别啊，我们离婚吧。知道了，我会离开齐家，不再打扰你。春的颜色不走进秋季，有些爱情究竟不及季节轮替。我情愿被世界隔离，也不愿一起面对着你的身影。夏的炽热不温暖冬季，而我只能停在原地，无法破冰。保证记住，不要让人知道事。瑶瑶，我好不容易出院喊你吃饭，你不开心吗？看到你没事，我当然开心了。只不过我的事情你没有知道，这是我。你难过，齐思礼可不难过，他现在正天天相亲呢。他跟谁相亲？不知道，应该是家里安排的吧。瑶瑶，我为你感到不值。你想想，你一颗心都在放在他身上，可是他呢，没了你跟没事人一样，天天和富家千金小姐相亲，一点都不考虑你的感受。反正我们也已经离婚了，那是他的自由。瑶瑶，既然你们已经离婚了，能不能考虑一下我呀？我不介意那个孩子的存在了，因为自从我看了你救了齐思礼之后，那个画面就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。我还记得你跟歹徒搏斗的样子，那么的惊艳。当时我就在想，如果救的这个人是我该多好啊，那样我该多幸福。有这么一个女孩能够为了我付出生命，那该多好。真的？你说我救的人是齐思礼？你不知道？因为他当时脸上血太多了，我根本看不清楚他的样子。原来，少恒，谢谢你，我终于知道当年我救的人是谁了。他一定认错了，数码产物。对不起啊，少恒，我的心里已经有思礼了，原谅我不能接受你的心意。你一定会遇到更好的人的。瑶瑶，你现在回去没有任何意义。齐思礼是齐家的家主，他的婚姻作用是做不到。没关系，我会和思礼一起面对狂风骤雨，有他在，我就什么都不怕。瑶瑶，为了你我可以生命一样，你别离开我行不行啊？对不起，少恒，我不能接受你。我的爱像尘埃，散落在边疆地带，不再对谁期待，难道是一种自由自在？
你别睡，你媳妇见到少恒你别睡，有没有人？打120啊！救命啊！少恒。江河，我给你200万，给我弄死苏瑶。江河，你好好复习，其他的事情就交给我。我的江河是世界上最好的江河。那不江河吗？听说那小子欠了一屁股债。是，他离了女人，他啥都不是。苏瑶，你必须给我死！苏瑶，你还好吗？司令，你快救救少恒吧！少恒，求求你了，你可千万别出事儿啊！要是你死了，我一定让江河给你陪葬。瑶瑶，你不能死！你自己都快死了，还在惦记苏瑶。为什么？瑶瑶，如果这是你的愿望，我为你实现它。可是周尔斯，考虑过后果吗？首领，你们谁打我都没办法。发现你不可能活着离开这里。死对于我来说也算是种解脱。比起生不如死，我可比你幸福。我享受过苏瑶对我全部的爱，我见过一个女人满心满眼都是我的样子，也见过一个女人不断为我付出自己。我享受过苏瑶，你呢？我一无所有，苏瑶还是心甘情愿的跟着我。齐司令，你他妈嚣张！只可惜你根本不懂得珍惜，你满心算计，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，落得这样一个下场。要不是你，苏瑶还会回到你身边。白日梦是我已经走到无路了，就算是死，我也不能垫背的。别哭了，我没事。你还说没事儿？你伤口那么深，都快要吓死我了。医生说差一点就要脾脏破裂了，要是再晚了一步，就死了。只要你和孩子没事，我就不担心了。你还担心我和孩子呢？放心吧，我会保护好孩子的。玲，我保证以后不会再发生这种事了。先不说以后，过好眼前再说。对了，忘了问你，江河呢？已经移交给警方处理了。他杀人未遂，证据确凿，齐家的律师也已经开始处理这件事情。那就好，像他这样的疯子，早晚都要接受法律的制裁。爷，你放心，以后不会再有人伤害你。只要你在我身边，不管发生什么，我都不会害怕。少恒，喝点鸡汤，我让瘟疫给你炖的。已经找到了，能确定是苏瑶亲生父母吗？什么？居然是他们！好，谢谢谢谢。少恒，你找什么呢？我找到苏瑶亲生父母。秦少恒，苏瑶都已经怀了我哥的孩子了，你怎么还惦记他呢？你找谁不好，你非得找他？不在乎，我要亲自确认一下，我不能说实话。你疯了！大夫说你的头还没恢复好呢，还不赶紧躺下？我的生死不用你管。
除了我在乎你生死，你看谁还在乎你生死？苏瑶在乎，她为了我可以去死，你行吗？你怎么知道我不行？我不想跟你废话。你走开！你吃吗？干嘛？这里是医院。好像还是你的苹果更甜一点。你都有心情逗我了，看来你是没事了。对了，我有一件事情一直没跟你说。什么事儿？那天齐少恒跟我告白，我拒绝了他，是因为我终于知道我救的人是你了。笨蛋，你怎么才知道？因为那天你在这儿吧？全是血污，我根本就没有看清楚你的样子。我要怎么对你好，你才能知道？少恒，你出去了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？医生！苏瑶，如果齐思礼一无所有了，你还会跟他在一起吗？少恒，你看着我干嘛呀？萱萱，抱歉，是我忽略了，没想到你才是最在乎我那个人。你现在才知道啊？不过也不算晚吧。萱萱，重新认识一下好吗？少恒，你突然这么正式干嘛呀？怪不好意思的。如果可以利用齐萱萱的话，萱萱，我现在一无所有，你会嫌弃我吗？当然不会了。再说了，我的就是你的，少恒，一切有我呢。哥，华龙的病患资料你放在哪儿了？病方负责人急着要。在书房。肯定是这个了。这样，累的话就先去休息室休息会儿。不累。齐总，出事了！齐氏集团出现材料有毒的丑闻之中，齐总是否知情？齐氏集团控股与中海实业合股的奶粉中检测出3聚氰胺，毒奶等现市。别啊，你听话，先回去休息。这件事交给我来处理。思礼，这不可能是你做的。你跟珠海实业合作，就是为了我们的宝宝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先把这批货找回，按照原价返还价款。出事的孩子在医院的医药费，齐氏全部承担。别让你放心，我一定查明真相。齐总，楼下现在聚集了一大堆的新闻记者，我已经安排公关部的同事下去处理。部委员查中海实业的原材料问题。是。齐总，您是不是应该解释一下这件事情呢？在明知该物质可导致肾结石的前提下，为何还要在奶粉中添加这种物质来提高蛋白质的含量呢？公司已经着手调查这件事情，一定会给公众一个满意的答案。放屁！那毒奶粉就是海盐！好了，赔钱上架！毒奶粉家！算了是吧？海源，怎么这么觉得委屈？走，来让一下，让一下。齐总，你听着，你的孩子他也是孩子，你的孩子早晚会遭到报应的。说话给我注意，事情的真相还没查清楚，你凭什么认为这一切都是我的错？打人了！打人了！打人了！我够了！赔钱上架！海源，还不够，这把火应该烧得更旺一些。哎，你们就这点本领啊？才这个程度啊？你明不明白我的意思？
我想让齐思礼死。瑶瑶，齐思礼都快一无所有了，你还会爱他吗？啊？哈哈哈！思礼，你千万不要有事啊！不怪我，没什么本事，你帮不了我。少恒，你来了。思礼现在深陷毒奶粉的事件里，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帮帮他？瑶瑶，你也知道，我只是齐家的养子，这件事没什么难度。而且这件事现在闹得这么严重，齐思礼是要坐牢的。我还是想问问你之后有什么打算？坐牢？思礼他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人，他怎么会坐牢呢？瑶瑶，齐思礼坐牢的话，你能不能看看我呀？我也不差了，我跟你说真的。齐少恒，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跟我说这个？我现在肚子里还怀着思礼的孩子，再怎么说我也是你的嫂子，在胡说什么？嫂子？我可从来没有承认过你这个身份。齐少恒，你疯了吧？你要是敢对我做什么，思礼是不会放过你的。无所谓，你看他能活着回来。实话告诉你，这一切都是我的手笔，是我把他送进监狱，是我想他永远出不来的，是我想毁了他，全都是我。全是你，苏瑶，以前你为了他可以失去性命，今天的你为了他做出什么事儿？齐少恒，我告诉你，不管思礼最后怎么样，都不会选择你。瑶瑶，嘴硬可不是一件什么好事。我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的内心，我跟思礼在一起，只是遵从了我自己的内心而已。瑶瑶，你现在跪下来求我，我可以放过齐思礼，我可以让他安安全全。难道你的本事就只是欺压在我一个女人身上吗？你知道我的目的是什么？也许这是我能为思礼做的唯一一件事情了。瑶瑶，你敢！我连命都可以不要，尊严又算得了什么？齐少恒，求求思礼。事到如此，我是不会放手的。走！你干什么？走！齐少恒，你放开我！走！你放开我！齐少恒，你知道的，我心心念念的都是你，我从小就喜欢你。可是为什么你只喜欢齐思礼啊？我哪儿比不上他？齐少恒，在我心里，你连跟思礼提鞋都不配。你敢打我？你越维护齐思礼，我就越想得到你。齐少恒，救命！救命！没用的，谁都不会来救你的。你要是敢碰我，我就死在你面前。苏瑶，你贱不贱啊？谁好你就往谁身上贴。萱萱不是这样的，是他要强迫我。好你个苏瑶，这谎话你张嘴就来啊！我看你是看我哥出事了，急着找接盘侠的吧？齐萱萱，说也要有个限度，还怀着孩子呢，我至于吗？我哥现在身陷囹圄，你不急着想办法，反倒是跟齐少恒厮混在一起，你真是让我恶心。等我把这件事告诉我哥，我看你怎么解释。萱萱，齐萱萱，我肚子好痛。你少装了你，骗得了别人，骗不了我，知道吗？萱萱，你快帮我打个120。我不管，自己打。少恒，你醒了。我有个事儿想问问你。所有人呢？他人去哪儿了？你先别问他去哪儿了。中海实业的事儿是你做的吗？怎么可能？萱萱，我是齐家的养子，怎么可能做危害齐家的事儿呢？太好了，我就知道你不会这么做的。萱萱，你是不是听说什么？不是，我就是觉得有些巧合。我哥说，等他查出凶手以后，是肯定不会放过他的，所以我就有点害怕。萱萱，我知道资料是你偷的，但是你放心，我是不会告诉你哥的。少恒，我相信你。哟，怎么这么不小心？这都能摔倒？可能是肚子大了，重心不稳，所以一会儿让他们看着你，
齐总，组里的上没来。我知道了。爷，你好好休息，我很慌。司礼啊，你总算是回来了。我们今天来，主要是跟你研究一下家主的事情。现在的情况你已经知道了，毒奶粉的事件对咱们齐家影响非常大。我们是想让你出尽一笔丰富。这件事情是有人刻意为之，我正在调查，很快就会有结果。可是齐家的损失每天都在加剧，多少股民撤市，多少股东过来讨要说法。哥，大家赌气，这个损失我会承担。我们要的不是你轻飘飘的一句话，而是先让合适的人坐在合适的位置。我还是觉得邵鹏合适。这几天为了挽回损失，他忙前忙后的，很是辛苦。齐少鹏当家主，对，一开始你爷爷想大力栽培少鹏，他是合适的人。哥，我这也是为了齐家的将来，所以啊，还是先委屈你一下自己。齐少鹏，如果我说我不让你，司礼啊，要不这样吧，毒奶粉这个事情，你们两个谁先解决了，谁就当家主，给你们两个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，你看怎么样？还有一点，你们谁能最先把这种损失挽回来，就说明谁有当家主的能力。失败的人心甘情愿退出，可以吗？好，我接受这个挑战。可以。齐总，眼下咱们已经没有更好的办法了。再想想办法。齐总，小少爷已经把咱们所有的路都堵住了，该怎么办呢？小少爷，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堵住了齐司礼所有的路，他现在是无路可走。很好，接下来就该给他致命一击。他这个齐家家主活得太久了。我明白你的意思。少恒，我怎么听说你要跟我哥抢家主之位？你不是对这个位置一直没兴趣的吗？轩轩，我这么做是为了哥，我不想把他推到风口浪尖上才这么做。真是这么回事吗？轩轩，我想为齐家做点什么，你能理解我的意吗？会倒是会，如果你真的想当家主，我可以帮你。轩轩，你要能帮我那太好了。如果我做了家主，我第一件事就是和你订婚。你放心，我不怕别人的流言蜚语的。行，这可是你说的哟。齐司礼，我知道弄死你，能弄死你老婆。我知道你老婆是苏瑶，你就等着吧。你敢？看我敢不敢？司礼，是你吗？喂，不要！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你的野种，见阎王去吧！给苏瑶灌下去了吗？喝下去了一点儿，里面有烈性的堕胎药，一定没问题。好，很好。齐司礼呢？按照您的吩咐，就放走了，也告诉他了，不会放手。我倒要看看齐司礼这回会怎么做。司礼，月啊，你没事吧？我们的孩子差点就保不住了。月啊，是我不好，都是我不好。司礼，我很后怕，要是晚了一步，我们的孩子就没了。月啊，你放心，我很快就要找到木皇真修了。
齐总，我们已经查清楚了，刺伤邵夫人和埋伏你的人是同一个人，而且我们通过技术发现，这个黑衣人是跟小少爷联系的，所以整件事应该是小少爷指使的。我早就猜到是他了。我们还查清楚毒奶粉的事件也跟小少爷有直接的关系。为了扳倒我，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。所以齐总，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做？你听我说。什么？苏瑶没有流产？是的，小少爷，就差一点点。哼，一点点，一点点，你他妈每次都是一点点。苏瑶要是不流产，我怎么娶她？小少爷，那我们还继续下去？当然了，事已至此，我们已经没有退缩的道理。盛豪，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最近公司事儿太多了，有点忙。等忙过这阵儿，我带你出国旅游啊。啊，我看你这么累，给你熬了点凉茶，你喝了去火。齐萱萱，给我下药啊！齐少恒，我为你做了这么多，现在我想坐实这段关系，没问题吧？齐萱萱，你算计我！少恒，你之前那么喜欢苏瑶，我不相信你会突然爱上我。昨天你对我做的事，我已经拍摄下来了。如果你乖乖听话，我保证这个视频不会让第三个人知道。但如果你不听话，那就别怪我把这个视频公之于众了。你现在不是想竞争家主之位吗？我想你应该不想这件事情被众人知道吧？有意思，你是在威胁我？不是，是合作。齐思礼居然收购了咱们的雷霆公司！说什么？股东们反水了，纷纷撤资，转投了齐思礼的三产。小少爷，情况不妙啊！我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和手段，都务必给我阻止他，知道吗？是，我尽力。没了雷霆，我就一无所有，绝对不可以！发生什么事了？这么大火气？萱萱，你哥绝对是对我有什么误解了，他没跟我商量，就直接收购了咱们的雷霆。萱萱，你救救咱们雷霆好不好？你是在求我吗？我是在求你。那你不生气，我不算计你的事情啊。不生气啊。好，帮你。少恒一直在为骑士出力，再加上他原谅了我的行为，所以我和少恒的关系是不是可以告诉哥哥了？齐总，不好了，有人保下了雷霆，出价比咱们更高。是谁？不清楚，查不到这个人的信息。你先去查一下这件事情跟萱萱有没有关系。您是怀疑？叶璇，我命令你立即和齐少红分手。哥，我从小就喜欢他，我才不分手呢。你知道他都干了些什么吗？我不管他做了什么，我都喜欢他。哥，他没有伤害你，他为咱们齐家做了这么多，我怎么就看不见呢？齐叶璇，回来我就跟你算账。萱萱，哥怎么说呢？他让咱们分手，我不同意。我也不同意。齐思礼啊，齐思礼，看来还是我上次给你的教训不够大。对啊，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。你要说什么？我们分开吧。什么？我说，我们分开吧，短时间内不要再见面。齐思礼，为什么你每一次遇到事情总是要把我推开？你不走。你们把苏小姐给我送走。苏小姐，为什么呀？
走！把你留在我身边真的太危险了，我不能拿你和孩子来冒险。司礼呀，这一场比试邵恒赢了，所以呀，这个家主啊，应该由邵恒当。从目前的情况来看，邵恒的确更适合当家。哥，你就听长辈的吧，你毕竟年轻，不如他们经验多。好，既然齐少恒当这个家主，那我就看看他怎么当好这个家主。哥，我的事儿不用你操心，我一定做得比你好。可以，家主的位置我让给你。哎，对了，家规说了，新任家主上任之后，上一任家主理应回到深山老宅里边修身养性，1年不能再出来了。你想帮我机会？哎，这明明是在保护你嘛，哥，对不对？你现在债务缠身，我还得帮你来收拾这个烂摊子，你不出面就不安全。是啊，哥，少恒说的对。给我闭嘴！哥，你生什么气啊？我们这都是为了你好啊。少恒说的是，正好今天我们要回老宅，齐少爷跟我们一起走吧。相信齐家在齐少恒的带领下，一定会蒸蒸日上的。走吧，走吧。抱着我，有次进行。哥，好好养老啊，这儿有我呢。苏瑶人呢？齐少恒，说好了你当上家主以后会娶我的，你问苏瑶什么意思啊？齐氏集团神秘新任家主上任，会是谁破开此局？昔日齐少风光不再，欠下数十亿债务，如何周旋？齐司礼被囚禁，目前记者无法联系到齐司礼人在何处。司礼，我该怎么办才能帮你啊？齐少恒，我已经帮你拿到家主之位了，你也该兑现你的承诺了吧？你急什么呀？我告诉你啊，我刚做上家主，等我稳定会娶你。那你问苏瑶是什么意思呀？我想一网打尽，他节外生枝，不可以吗？最好是这样，否则我怎么给你的，我就能怎么拿回来。喂，你说什么？有人给齐司礼还清了债务？不可能，80多亿呢，怎么可能呢？司礼，我是你岳父啊。还有你岳母。你们是苏瑶的亲生父母？对，齐少爷是这样的，苏先生和苏夫人已经为您清还了所有债务，现在是接您离开这里了。你和瑶瑶的事情啊，我们已经听说了，这笔钱呀，就当是我们的嫁妆。还有第2份礼物，我们已经查清楚了，这一切都是齐少恒从中作梗。你别着急，叔叔替你收拾他。多谢叔叔，多谢阿姨。对，你们见过瑶瑶了吗？不是你把瑶瑶藏起来了吗？走吧，带我们去看看瑶瑶。好，之前我怕瑶瑶受苦，所以提前将她送走，我现在带你去。真是难于你这么有心了。走吧。妈，爸，你们真的是我的爸爸妈妈吗？是啊。对了，瑶瑶，这个项链啊，是之前那个叫齐少恒的，他找到我们，给我们看过了，所以确定了咱们的血缘关系。他怎么？要不说呢，还多亏了他。你不知道我们找你找的多苦啊。爸妈，当初我是怎么跟你们分开的？这事儿啊，都怪我。你丢的那天呢，我跟你爸正在国外谈生意，回来下人就告诉我们你生病了，治不好了，然后呢就去世了。后来我们调查一下，才知道你被人贩卖了，至于卖到什么地方，我们都不知道，所以导致咱们一家分别这么长的时间。是这样啊，爸妈，我真的好想你们。对了，瑶瑶啊，司礼他是个好孩子，因为之前合作的关系，我们打过交道。只是我当时不知道苏瑶居然是你们的女儿。这就是缘分呐。所以呢，你们2个年轻人啊，你们准备什么时候结婚呢？
妈可是给你们把嫁妆都准备好了呀。瑶瑶啊，这么好的音规矩，打着洞也找不到啊，你要抓紧。这事儿你们得问问司礼。等我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完了，就娶了。好。原来是苏瑶的亲生父母救了妻子，看来苏老爷子对苏瑶还挺上心啊。薛少爷，您打算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当然是抢回来苏瑶啊！苏瑶可是苏氏集团的亲戚，有了她，咱们齐家岂不是平步青云？可是秦小姐那边甩了。她不同意的话，就拖着她，拖到她同意为止。徐少豪，你做的这些事情证据确凿，根本不配当齐家的家主。徐少航，你干的那些事情我都清楚，放弃抵抗吧。没想到啊，你这孩子竟然如此阴险，连自己的兄长和妹妹都要算计。是我做的又怎样？你能奈我何？我已经对你仁至义尽了，既然你不知道悔改，那休怪我不客气。你们什么人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徐少，这笔账我会慢慢跟你算。带走。嘿，你干什么？瑶瑶，瑶瑶，冷静！汽油，放上航，不然的话我就点火了。你看我敢不敢？为了少航，我什么都敢做。季兄姐，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早就该死了，我为什么要放开你？今天来我就没打算活着走。哥，我告诉你，我就是不喜欢苏瑶，我就是要让她死。今天谁也拦不住我。加油！我好像明白了，为什么他们都爱你。傻瓜，我从来都没有想要跟你争什么。你这个笨蛋，我对你这么坏，你为什么还救我？因为为了齐少恒，根本就不值得。对于你的犯罪行为，你还有什么要辩解的吗？我没有做就是没有做，没有证据确凿，你还想抵赖？只要我不承认，我就可以告你们屈打成招。如果我来证明了，你个该死的贱人！你说什么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秦山，我杀了你！齐少豪，之前是我自己骗自己，我以为对你好，你就会爱我，会用心对待我。后来我发现，这一切不过是我一厢情愿罢了，就挺没意思的。我做了这么多，你完全没有看见我对你的好，从头到尾，你都在利用我。你什么都说，我就可以离开这儿了啊！等我离开，我们再合作，好不好？是的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不，我们再合作。不用了，就在苏瑶救我的那一刻，我已经想清楚了，人总得为自己做错的事付出代价。你不例外，我也不例外。所以，我打算揭露你的行为以后，我也会来牢里陪你的。不，先生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！齐少豪，你应该对苏瑶还有我哥，包括我在内，都说一句对不起。飞雪，好好表现，争取早点出来。萱萱，哎呀，嫂子，这有什么好哭的呀？这里管吃管住多好呀，你就别担心我了。我跟你哥会让律师争取给你减刑的。哎呀，没必要，只是我不能参加你们的婚礼了。那，给你的新婚礼物，别嫌弃啊。我知道我哥可以给你更好的，但是这个意义非凡。嫂子，对不起，等我出来以后，我一定好好疼你。提前祝你跟我哥新婚快乐啦！也希望这个四叶草可以带给你和宝宝好运。
这样很美，很适合你。就是肚子有点疼。胡说，这是我们爱的见证。思礼，你还欠我一件事呢。悠悠，今天我是来兑现我的承诺的。思礼，我很开心你选择的人是我，我也很庆幸我喜欢的人正好是你。所以，亲爱的素瑶小姐，请问你愿意嫁给我为妻吗？我愿意。真是你大不对，真到这天，我这心里还怪不出滋味儿。和瑶瑶分别这么久，还没来得及分别，他又不在。好在司礼是个好孩子，瑶瑶跟了他，会幸福的。真好，我想起了咱们年轻的时候。老婆，要不咱们再结一次婚吧？这一刻，我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女人。这一刻，我终于拥有了我的全世界，在所有人的见证下，终于娶到了我心爱的女人。调整呼吸，对啊，坚持一下，用力啊！呼，吸，来看着头了。什么？大夫，这男孩女孩啊？儿子，找你妈去。我不，我喜欢爸爸。对啊，去喊你妈吃饭。好的，爸比。妈咪叫你去吃饭啦！来啦！长乐一条街吗？多少钱？我买了，给我妈当生日礼物。儿子，这么有钱吗？开玩笑呢，我炒股赚了很多钱，买一条商业街还是绰绰有余的。领导，我想休息一下，暂时不想拍戏了。300页的陶瓷我也不想拍了。哎，领导，让楠楠去拍戏，我就是绑啊，也要给你绑过去。为什么，妈咪？我想跟你在一起。对呀，为什么要让妹妹去拍戏？来，儿子，这是给你的夏令营入场券，你就好好去玩吧。闺女，你好好去拍戏，我会让领导好好照顾你的。至于我跟你爸呢，自然是去过2人世界了。赞同啊！你们俩就乖乖的啊，等我们回来了，给你们带好吃的。他不是跟我们说弟弟妹妹去吗？这个可以有，这个不可以有。看吧。